你觉得这些老板们真正认识自己公司，真正知道自己定位的人大概占多少百分比？我觉得有95%，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定位。哇，这么高！因为他们以为定位是这个，我 service 好 ，quality 好，那个就是定位。我发现到95%不知道他们的定位，但是我们马来西亚企业 maybe 有10%有定位，自己不知道他的定位是什么。OK， 把他在定位着，但是他没有去特地去讲。有没有人他其实定位非常不错，做得很好？对，但是他讲自己不知道定位的定义是什么。It's not about 把一个 product 做好，定位是你的产品、你的解决方案、你的品牌，怎么样在客户的脑里面占领一个空间。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商，而今天来到我们这边做客的呢是 David 蔡其荣，我们就来欢迎 David。David 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你们好，感谢你们来收听这个。我先跟你们道歉一下，我的华文不是最标准的啦。哦，没有关系，我觉得我相信你的讲课的经验应该非常多。你平常讲课的时候比较多是用英文，是吗？我比较多是用英文，但是最近1-2-3年我们进入华文市场。OK。我是掺华文跟英文一起讲的啦。OK， 好。那么其实 David 跟我一样都是沙劳越人嘛。对对对。那其实我看到 David 的这个背景的时候呢，你是这个 Kimping Industry 的第3代。其实我相信很多沙劳越人对于 Kimping 应该是不会感到陌生的啦。不会陌生啦，我们到处都有厂跟店啊。是。然后呢，我看到你的背景就觉得说非常的讶异一件事情啊，因为你在15岁的时候呢，你就已经认知到说上市它并不是企业的离场策略。那其实你在很年轻的时候，你很像对于企业管理就有自己一套的想法，然后你也就是帮家族在做着打理着家里的生意嘛，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你自己还要再跑出来，然后开另外一家公司，然后这家公司呢还是帮助其他企业来成长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其实打理家族企业应该已经非常忙碌了。对对对，OK，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要来自我公公这边。我公公每个拜日的时候，他都会早上5点逼我起床。年轻人不喜欢起床嘛，然后他逼我起床的时候呢，他就会带我去跟那些工厂的员工一起吃早餐。然后我那时候我不懂为什么，他就跟我讲这句话David， 如果你什么都有的情况下，你要记得这句话：我们有钱了，有财富了，剩下的东西你只能给的，你都要能贡献给社会。然后那时候我听不懂，但是我长大的时候，我发现到我整理这个家里的企业的时候，我还做其他的企业，我们有一个 trading construction company， 我们 building material company。那为什么我会选择做这个？是2个东西，一是因为我记得我公公那时候小的时候跟我讲，就是我现在你有知道的这个 knowledge， 知道的这个经验，为什么你要吝啬？为什么你要不要传达出去？所以那个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这个是我个人的原因啦。我跟我自己讲，如果我现在死了，我要出名什么？然后我就讲，专也不能出名啊，不能贴我名字下去，所以我就讲 ，at least 我去做一个老师啊，至少人家还会记得我一点所以我自己会跑来做这个教育行业啦。就是我觉得主要是看能帮多少个人就帮多少个人，能贡献给社会多少就贡献给社会多少。所以意思也就是说，投入教育行业是一个自我实现的一个过程。对，我个人的 passion 啊，个人的热情啊，你自己也是非常热爱这个工作。但是其实你要做教育工作，要做一个老师的话呢，也不是那么容易哦。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也有很多所谓的 guru 嘛，对，这是一个 guru 横行的年代。对，所以你要去 convince 别人，你要去告诉别人说，我是一个合格的老师。那你肯定是要经过一些训练嘛。可不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自己的整个的企业的知识的培养的过程？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要知道有3种的老师或者教练。OK， 第一种呢是曾经做过，像我公公这种呢是曾经做过，但是他不会教你，对不对？我问我公公啊，怎样去
成功啊，怎样去把一个企业做好，他就可以努力啊，每天打扫啊，每天早上早醒，然后你讲哇，现在我早醒啊都没有用，这样我就发现到这样也不能，我就找第二种了。第二种是曾经做过还在做着，所以我就去学很多企业家、创业家，像 Tony Fernandez 马云然后去听他们的讲座啊，去上他们的那种 public speaking 啊，他们每次有讲座会啊，然后去听一下，来来去去还给你的都是很 general 的 advice， 他就跟你讲现在要努力啊，现在要给你方案啊，你现在要关心员工啊，但是他没有给你很仔细的策略。然后我就发现到，曾经做过还在做这人，不一定代表他会教。then 我就发现到第三种我要找的是曾经做过还在做这，然后他最重要是他会教人。then 我是从那边我就跟很多这种偏教练型的那种企业家、创业家学习，就是像 Tony Robbins Robert Kiyosaki 穷爸爸富爸爸那个作者等等。然后从那边我学了，我就发现到，因为那时候我只会英文，我虽然读中出来了，但是我的那个华文不是最好，说我每次去学习都是英文课。我就发现到英文课呢，他们很会教你一个东西，外国人、西方人只会一个东西 ，marketing， 怎样吹啊，怎样讲那个故事啊，死的都可以变活的啊，那个就是他们最厉害的。但是我做了这个不是，我就赚了我第一桶金我自己的6、7位数，但是我发现到我只是忙着做生意，我就发现到在这个世界。难道生意就是这样吗？就是赚钱而已。然后但是你赚钱了，你跟对手做不一样了。但是对手最后他们会 copy 你，他们会复制你，你做什么人家就跟。但是出钱的又是你，出力的又是你，出时间的又是你。然后我就发现到有一点不对劲。我那时候就跑去我自己也是中国，我们有一个工厂，我就在那边认识到人，然后他们有介绍我去上中国老师的课，我就觉得有点不舒服啦，因为我华文不那好，但是我也是去乖乖去上去听看世界嘛。然后我就那边就发现到，西方他们少一个东西，就是西方很重视基础 ，marketing、branding 这些都是基础。我们给社会什么价值，我们怎样解决客户的痛点。但是如果你想一下中方呢，就是我们东方这边呢，他们这边比较 more on focus 的是什么？怎么样跟市场竞争？因为他们普通产品已经不能赚钱了，太竞争了。然后因为就是普通产品不能赚钱，他们没办法要很有创意的去设计什么生意模式啦等等，然后从那边赚钱。因为你生意模式对手找不到，你产品人家因为中国我现在做珍珠奶茶，人家看我赚钱，明天就一模一样的店，你的是叫安迪的，我就叫安哥珍珠奶茶，达不到。然后我就发现到，如果你把这两个世界西方的这个基础，再加东方的这个模式的这个思维 combine 在一起，联合在一起，那你会发现，其实生意没有这样痛苦，因为你又有蓝海，跟人家不一样，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蓝海最后也是会变红海，因为人家会 copy 你，但是你有生意模式，这个生意模式是你对手看不到的。然后因为你有这个生意模式呢，然后让你的那个整个企业，就让你整个创业呢没有这样痛苦。然后你最重要，你 combine 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就 build a business around your life， 就是你的生活的状态是不被你的生意决定的，是你自己决定你要什么生活状态。因为我觉得很多企业家他们最痛苦的是什么？他们初心进来做生意，就是要离场，就是要有一个 lifestyle， 就可以到处去旅游。但是问题，生意就变他们的监牢，就变成一个很贵的工作。然后我就是不要我觉得我就是看到我公公、我爸爸，他们就希望上市公司，也是做到有时很心累。然后就讲何必嘞？这个就是我的那个背景了。那其实这样子听下来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说，其实，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华人的商业群体当中，其实大家是非常乐于学习的，那个学习的欲望非常强，所以我们会看到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企业的课程，其实卖的非常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大家都是场场爆满，然后在里面也赚到很多钱。但是我们也听到很多人跟我们回馈说，有一些课程根本就是骗人的，或者有些课程根本就学不到东西啊。你会怎么样子去
跟我们的企业家或者是愿意学习的人，你会怎么样子去 advise 他们？就在选择课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秘诀，或者是应该要注意的地方？OK， 这个是我自己抓到，因为我大部分市场的，尤其是马来西亚、中国的，你问次名字我都上过。除非是我自己被扒啦，有的课他们不可以给我去上他怕你去怕我偷师这样子，是不是？对，但是大部分我都上过，然后我是觉得，其实每个老师的课都是 OK 的，只是你要看你的重点要什么。所以我想问观众啦，或者如果你看一个硬币有几面？那肯定是有6面啊，没有2面。2面 OK， 所以你讲2面 heads and tails 对不对？但是硬币它其实有3面。OK， 因为中间那个 OK 那个边界旁边的，所以我们工作是什么？我们去看那个老师，重点是你要看他，不要看他前面卖的东西，你要看他真正卖后面是什么。有的老师他当然会跟你讲上市是最好的方法，因为他后面卖的是什么？上市 consulting。因为上市 consulting， 我一 consult 帮你 reorganize 你要整个公司啊，就是200-300千 consulting fee 那边的。有的呢是要卖你一个叫你去赢一个 award， 有的呢他们可能是要你去做branding， 说就要你们来上电台啦等等啊，所以你要看最终它的终点是什么，然后你要问你自己 Is this what I want？ 这个是我要的东西啊。如果要你就可以去上啊。所以第一个是看那个老师的他真正做的终点是什么，then 你才去听。如果适合你它是像衣服一样，你穿你觉得 OK 蛮适合。有的人喜欢打品牌的你就去打品牌哦。有的晚上是你去打晚上是。所以我们这边呢，我 at least 我这边我觉得怎样去找一个好老师is 他的观点 balance。如果他的观点是讲这个也不能，这个也不能，只能这个，只要他讲只有这个方法才能成功那个你就要小心。OK， 因为还是有 agenda 在后面，因为还要你买那个东西嘛。但是如果我们的 agenda 是像你要像我这边，我每次有一个理论，就是不管你要做什么，你要上市，你要卖掉，你要关掉也好，只要是适合你的 lifestyle 的，我们都是觉得是 OK 的。我想问你一个很直接的问题你纵观其实在马来西亚这么多的这些，不管是中小型企业也好，或者是 IPO 上市公司也好，你觉得这些老板们真正认识自己公司，真正知道自己定位的人大概占多少%？我会这么问，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访问很多上市公司，然后我在访问之前呢，我要做很多的功课，要查他们公司的资料，但是我发现其实有些公司的资料非常非常少。那有时候我在访问的时候，老板可能也不太知道他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对，所以你觉得大概那个%你抓在多少？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其实身为公司的老板应该要怎么样子去认识自己的公司，以及抓自己公司的定位？我觉得%我觉得有95%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定位。哇，这么高 ，at least 95%。你看， Okay. 因为他们以为定位是这个，我 service 好，我的 quality 最好，那个就是定位。其实很多人有时我发现到95%不知道他们的定位，但是我们马来西亚企业 maybe 有10%有定位，自己不知道他的定位是什么。OK， 把他在定位着，但是他没有去特地去讲。有没有人他其实定位非常不错，做得很好，对，但是他他自己不知道。Okay. 像我们上市公司，我们做这个地砖的，OK， 我们一直以来的定位，我们很强一个东西，只是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直到我进去的时候，我们最强是什么？ceramic tiles，ceramic tiles 是那种它会反光一点的那种地砖，然后 porcelain tiles 是最近流行看起来像木看起来像石头这种的。但是在市场里面，你一讲到我们的品牌，大部分人就记得我们 for ceramic tiles， 但是我们公司没有去讲，没有去推广，但是全部人来跟我们买，就是为了买这个砖。所以很多有18%那个企业，他们的定位其实是有不知道。那个是第一个 ，OK，then 就比较可惜一点的，就是那个98%真正自己不知道，因为为什么定位最大的敌人是什么？贪心，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要，他们就以为只要我定位，他就觉得我就会少掉这个市场，只要我定位，我就赚不了这笔钱。其实还是相反的，就是因为你定位，人家才清楚你是什么，你是做什么的，然后人家才会跟你买。定位的定义是什么 ？It's not about 把一个 product 做好。很多人以为定位是我的产品，没有，定位是你的产品、你的解决方案、你的品牌
怎么样在客户的脑里面占领一个空间。那个就是定位。所以很多人就是他不知道怎样去占领那个客户的脑的中间，因为我们这边马来西亚的企业，我们是我们是比跟全世界比了慢3到5年了，所以我们还是很 product centric。product centric 就是以产品为主，我先做好产品，再找顾客卖。其实我们要的是什么？看顾客的痛点是什么，然后看我们的 product 能不能解。然后呢，如果接得到的话，这个才是叫定位。你会觉得说，我们的企业老板应该怎么样子去把他们的定位给说清楚？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吧？对不对？就是你在了解了你自己的定位是什么之后，你要怎么样子去传达？我发现有的时候，可能来宾他自己非常了解公司，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定位，但他讲的时候呢，就差了那么一点点。对，他为什么会差了一点呢？说定位最重要是什么？很多人觉得定位浪费钱，因为你做了定位，不是他们就以为是我只是出一个 slogan 而已，那个不叫定位。Okay. 定位是首先你先很清楚你的顾客群是谁先，所以你看他很清楚他的。如果你第一个步骤是你清楚你的顾客群是谁。你要很精准 ，then 你要讲他们的痛点。很多，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OK， 给你一个例子，说我们有一个顾客，他们是做他们是一个传统的娃娃的一个 furniture shop， 家具公司，爸爸的生意第4代了，所以他来上我的课，然后就讲，我这个要讲定位，我就跟他讲 ，OK， 你们看你这样多产品里面。哪一个系列是最好卖的？他们讲我们margin最高是卖 mattress。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大部分买的是谁？就比较多都是30岁到40岁的。我就讲为什么他们买，我也不知道。我就叫他去一个一个去打。然后他打了，他就发现，因为他的床垫跟对手不一样，是他们是用 spring 比较硬的，所以如果你用 latex 的像那种给搭的其实你的脊椎很容易比较酸痛。然后我就讲 ，OK， 说这个是你的痛点，你觉得你的精准客户群是谁？然后就讲不知道，我就帮他找。我会发现到很多 office worker 或者40岁50岁的，他们睡那个床单，他们大部分都有脊椎的问题。所以 then 我们就定位什么？第一个，这个床垫是专供给一个客户群的，就是如果你现在腰酸背痛的，然后你不想每天去看那个那个整骨的医生了我们就是打这个定位。所以 then 打这个定位了，我们就重新整个 brand 不要再用他家里的品牌，设计一个新的品牌，然后从这个新的品牌就讲，我们现在我们就打广告，然后我们就跟市场讲，所以很多人就是他自己定位，他自己在家里定位到很爽 ，office 用到美，问题是他忘记定位 part 1是你自己内部定位。is 有团队清楚 ，is 你的整个office 你的团队你的产品有没有很清楚的去传达这个信息？把那 part 2是什么？有没有给市场知道？然后很多人市场就是他们就定位就打 billboard 那个不叫定位，你是要给那个客户群知道。所以反正现在是最容易做定位，因为你有广告嘛，你有 TikTok 嘛，对不对？你就打那个痛点，然后我们就打那个冬天单打那个客户群，然后他现在在马来市场呢做到蛮不错的。不做到7位数，in less than 6个月，他就是专做一个 mattress 这个床垫 for 30岁到40岁的有脊椎问题的人。是，所以不只要知道自己的定位是什么，也要把自己的定位传达得很清楚。然后你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用 TikTok 的方式，让你的这个目标的这个群众，或者是这个 buyers， 或者是你的 consumer 能够了解你的定位是什么。但是其实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些人他在做内容的时候，在 create content 的时候呢，他又做歪掉了。对，所以要怎么样子 make sure 说你在做内容的时候又不会讲一讲，又让人家误会呢？你看这重点在这边很多人就是讲我要用 TikTok， 所以他们就如果说你想象一个树 ，TikTok 啦，做 IP 啦，做小红书，这些都是果子来的。很多人现在他有一个树，然后这个树它是柠檬树，他们你看那个柠檬看到不爽，所以他讲我要一个苹果树，他就做什么？他就剪掉那个柠檬，他就撒了一个苹果树上苹果果子上去，然后他现在整个树都是苹果，他就讲我有一个苹果树。你等时间过后，它还是长回来都是柠檬，都是柠檬，因为它的根源没有换，说定位是一个根源的问题。所以
为什么我要教定位？因为我发现到，如果我以前我有一个生意，我离场是做影片的，教人家讲做 video marketing 的。然后那时候呢，我就发现到为什么做 video marketing 这样辛苦？因为很多人以为是他的 content 他的内容，但是问题是他的内容是来自他的定位。所以讲不要内容做歪。所以第一个东西，你定位要很清楚，你的客户群要很清楚。我宁愿我有1000个粉丝，但是那个1000个粉丝是精准顾客，好过我有100万个粉丝，但是我那个100万那个粉丝不是我精准顾客。TikTok 最近很流行呢，就是内容走歪，因为要出名。问题是，你看他的粉丝100万个粉丝，但是内容他出名，他就做那种 motivation 的啦，那种激动性啊，讲人性道理的啊。但是他那些粉丝都是有的是可能外劳啊，可能是马来人啊，可能是小年轻人，所以他变现不了了。所以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反他，我宁愿小的 audience， 小的观众，但是是精准的 audience。所以怎么样做？你定位好了 ，then 你就是想，我们有一个东西叫pain wheel 啦，就是客户的痛点。每天30天你就做一个东西，每天我们客户他面对的一个痛点，做一个短视频就好了。好，我相信关于定位呢，肯定还有很多可以讨论到，但是我现在想要把这个焦点呢转向我们现在大家也非常关心的这个数位转型这个也是你的专长之一嘛，对不对？曾经做过了。OK， 好，还在做着。你觉得其实很多人都在讲说，马来西亚在经历 COVID 之后呢，这个数位转型做得还不错你认同这个 statement 吗？我觉得 yes and no， 就某些 industry，所以你看的 supplement industry。supplement industry 那种做卖 B to C 的产品，他们做到很好。但如果你看大部分 B to B 的，或者不是像 TikTok 可以卖的那种便宜的产品的他们其实没有做到很好。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觉得为什么他们没有做到很好？因为他们的想法、他们的目的错了。他们想到 TikTok 的时候呢，或者他们想到抖音、小红书，他们是想到我们要创造内容来直接卖。问题是你要知道，如果你是 B to B 的话，你不是要创造内容，你是要创造不只是要有内容的东西，但是也是要有娱乐价值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个叫以前这个叫 education， 然后娱乐就叫 entertainment。现在我们有一个新的字体就叫 edutainment。edutainment 就是要把娱乐跟内容混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有一个顾客，他们是做F&B machinery 的。然后现在他们也是在做着这个 digital transformation。所以第一个东西最 basic 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看 digital transformation，number one， 你 website 最基本的东西有吗？很多人连基本 website 都做不好。所以你 website 做好了 ，then step 2才是你去看你的 social media。你不要看什么POS 什么要去看那些钱。你先问你自己，你每个月每次我们这边有30多个 holiday， 你最 basic 的30多个 holiday 那个 post 已经有 automated post 了嘛 ？Hari Raya 有人 post 东西嘛 ？OK， 所以那个做好了 ，then 你才看你的 social media 有没有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它有frequency of 那个organic posting， 就是有没有内容出来有没有 content 出来。then 做好了这个，我们才去看 OK， 我们能不能用科技，我们能不能用 POS system， 我们能不能用 technology 来缩短或者简单化我们整个流程。所以它是一个有系列的。问题是很多人就是连 website 什么都没有做好，就跑去跳去来我们去整形我们整个 POS system，还是我们去整形我们整个CRM system， 然后弄到自己也乱。所以你觉得 website 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一定要有的。对，一定要有的。如果不可能你不用 website， 你的 Facebook， 你的最基本的 Facebook page 你有吗？有了你 Facebook page， 就是你的一个 online presence 你 online presence， 对，你先 online presence 做好先。因为你剩下你做的东西你要知道 digital transformation 是 can I search you？ 能不能够找到你？能不能找到你？我 Google 能不能找到你 office？我 Google 你的电话准不准？我 Google 你没有 five star review？ 这些基本的东西，你这些基本的东西没有做好，你不要跟我讲做什么100多个短视频要做什么？你看你去找那些有的他们有做100多个短视频的，说他有100多万的粉丝。然后你去那个 website 的时候，然后你去找 ，OK， 我很喜欢这个人，我要买他。你压那个 website， 你去那个 website 定位有没有讲清楚？那你也不知道他的 website 是怎么。我们是the solution for all your business needs， 然后就你也问号，我也问号。所以我觉得
那个就是为什么我以前我是做 digital， 我教人家怎样做 digital transformation， 但是我走回来这个定位是因为它是那个根源来影响全部的这个问题。除了对外的之外，其实对内的这个数位转型是不是也很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你比如说你对外做内容，但是有些公司内容做得很好，对，但他员工要请假的时候还要用纸张来申请。对，所以是不是即使所谓的就是你的 management 或者是你的整个行政上面administration 的数位化是不是也是重要？也是重要。说我们这边呢，我们 at least 我们公司啦，我们发现到最基本的是你有没有一个系统。我们现在市场太多系统了，所以我们的工作是要找一个很简单、很容易用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的recommendation，有一个 app 我们用by 这个公司叫 Exabyte， 然后他们是TikTok 的subsidiary 叫 Lark，Lark 是一个系统可以做 OKR， 可以做 reporting， 可以做请假，你要做什么，它全部都可以跟你做到完，然后是最基本可以用的。你最基本问你自己，你请假，你的 leave system， 你的 approval system， 你的 budgeting system， 甚至员工现在要跟你申请 budget， 这些东西有没有一个很简单的系统？所以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太 manual。像我们上市公司，我们之前做一个挫折是什么？全部就是太 manual， 要 email， 东西不见很难找。第二个是什么？太复杂。有时你要做这个数字转型的时候就太复杂，为什么？因为你需要做 CRM 这些东西很复杂。有时你要我有一个导师，我的贵人他的名叫大豆建书他是做肯定的全部那些灯那等等。然后我之前有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个数字转型 for 我们一个客户，然后他就骂我，他就讲人家的生意都没有这样大。我们做上市公司，他也是上市公司。我做上市公司，我全部用 Google Sheet， 我 Google Sheet 全部都可以解决了。你做一个都不到100万的生意，你要跟我烦什么数字转型？你现在你的 sales 都没有做好，你数字转说我们要清楚是什么 ？Are you being busy？ 你是为了忙才去做这个东西，说的你觉得你好像有进展，还是你真正这个是你真正的痛点 ？OK。懂了意思？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是 Google Sheet 可以解决的话，那就用 Google Sheet。我可以解决如果是一个很简单的 app 可以解决，就解决。那但是公司如果大到规模某一个程度，你需要有一个 CRM， 对，那你才去思考说，你要去知道，你要知道，你要按照公司要按照自己的需求，对，做对的事情。很多人就是做什么，做一个创办人或者一个我们叫做企业家我们最大的东西是什么？不知道几时要做对的东西。明明有 sales 的问题，但是不要面对 sales 的问题，不要去面对定位的问题，不要去面对 marketing 的问题，跑去忙做 CRM 的东西，怎么？因为有时我们就是不要面对事实有时我们有英文世界，我们有一句话叫 shiny bright object syndrome， 就是什么东西闪闪发亮我们就跑去追。所以我们身为领导，我们的东西怎么 focus？我做上市公司，我做自己的企业，我扩向到客户，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会 focus。你有没有遇到哪一个你辅导的人，就是你长时间辅导他，但是他就是做不起来，或者他就是不要听？Yes， 我们有的。然后虽然我们每次跟你讲，我们每次去收学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 come with batteries included， 我们会贴一个 logo 在那边，因为我们这边不是 motivate你自己也要有那个awareness。OK， 但是当我一个学生不听的话，一个客户不听的话，我发现到不是他的错，但是是他的问题。所以怎么样讲呢？就是他没有那个意识去，他为什么只是做这些东西？所以有一个东西我们要看的是什么？That's why 生意跟个人世界它是拎到一起的。所以我们每次会介绍我们顾客，你有没有去做那种 personal development？ 有没有去自己反省自己？有没有去个人成长？所以我们那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请一个老师，他是美国的 Hollywood actor， 他是教人家怎样去表达啦，自己的心声心灵那些东西。我们会有时候会叫我们顾客过去，然后过去了不是他们会比较好一点，会比较听话一点。但是因为你要发现到，如果你员工不听话，
大部分我也能担保是你自己身为领导不听话。因为你your business is a reflection of you， 你的生意，你什么东西你不高兴啊？我跟你担保，在你个人世界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在你个人家里的那个你跟你老公老婆的情绪不好，我跟你讲，你的公司的内部情绪一定也是不好的。OK， 所以它是一个 reflection 来的。OK， 所以公司的成败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关乎到老板自己个人有没有成长啊，一语惊醒梦中人。对。好，那今天其实还有很多想要跟 David 聊的啦，但是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那 David， 如果大家想要去上你的课的话，可以怎么样子找到你呢？OK， 你们可以去我们的 TikTok 或者 Facebook，然后你就打行业为王，为不是为什么的为，是唯一的唯。OK， 行业为王，然后我们那边有很多资讯啊，很多那个 post 啊，你们慢慢可以去看。然后我希望我们可以见到你在一个线上或者线下的课。OK， 今天非常谢谢 David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大家对于 David 今天分享的这一些，你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是不是也有一点点觉得一语惊醒梦中人的感觉呢？都可以在下面来留言告诉我们啊。在 YouTube 收看的朋友呢，记得一定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